扎根於中山24年的佳能工厂正式徹底運營唏噓。前不久也有英偉達退出中國市場，全球軟件巨頭宣布退出中國。麥當勞、金拱門早幾年把大陸經營權賣給了中資。星巴克中國以約40億美元估值賣身博宇資本，很多人歡呼本土資本又拿下了國際巨頭。真相是，我們的商業環境已經捲到連星巴克都難賺錢。相信你也注意到了，這幾年外資撤出中國的速度真的比想象中快太多。最近的消息看得人有點眼花，丰田關了廣州和武漢的工廠，三菱汽車去年就停產了整車業務，明年將徹底退出中國市場。大眾關閉了長沙工廠，三星惠州工廠去年停工，佳能珠海中山的工厂接连關門， IBM 3月撤掉了中国投資公司，4月關閉了研發中心，微軟4月停了中国區運營，上海的 AI 實驗室也跟着解散。近期，星巴克、漢堡王等全球商業巨頭紛紛處置在中國業務，撤離行動悄然展開，背後原因值得探究。科技圈情況更糟，英偉達、黃仁勳宣布100%退出，戴爾、美光、IBM 等也裁員撤離，扎根上海20年的昌碩代工廠遷址。大家好，歡迎來到看大陸節目，我是美玲。隨着中國經濟增長的持續放緩，加之社會層面的民主主義情緒不斷的升溫，外資企業在華經營環境正在面臨着越來越大的不確定性。一些跨國公司開始重新評估中國市場的重要性，陸續縮減投資規模，甚至終止與中國企業的合作關係。而這一趨勢也在一定程度上加劇了國內的就業壓力。最近，日本影像設備製造商佳能宣布關閉其位於廣東中山的印表機工廠，並且計劃將業務重心轉向醫療影像和半導體設備等領域。這次調整涉及大約是1400名員工。佳能方面表示，將為受影響員工提供經濟補償及再就業的支持。多數員工對公司的善後安排表示理解與認可。佳能中視會社自2001年6月12號進入中國，在廣東中山火炬開發區設立獨資企業佳能中山辦公設備有限公司，至2025年的11月21號正式停產，前後整整運營了24年。隨着最後一批生產線的關閉，公司負責人小澤秀樹在妥善完成所有員工的賠償與安置以後，也結束了在中國多年的工作與生活。佳能中國區的總裁本身打算悄悄地離開中國，可是還是被員工知道了。300多個員工衝破安保，只為見總裁的最後一面，導致機場延誤18分鐘。佳能雖然倒閉了，但他給予員工的補償遠超法律規定，確實非常讓人敬佩。甚至應了那句話：佳能讓感動常在。拋開歷史不談，日本企業很多做法確實非常值得中國去學習。還有許多員工在社交平台上自發地分享自己的經歷與心情。有人說自己從一線做到組長，最終補償88萬元，真的很感謝。有人在佳能做了12年的保潔，30萬補償款已經到賬了，準備回家養老。也有人工作16年，離場那天下午16萬元已經打入賬戶。這幾天製造業界和職場一個大的新聞就是佳能中山工廠的關閉，他們的賠償方案創造了一個新的高度，就是 2.5N 再加上5個月再加上1萬元，所以這個金額已經很大了，有不少老員工的賠償金額已經超過了40萬甚至更高。這個是對於一個打工人來說是很大的一筆錢。好在這些外企撤出時大作走得體面，很多給出了 N+1、N+7 甚至 N+11 的補償。佳能中山工廠甚至給了 2.5N+1。有人說外資離開是好事，國產企業能快速佔領市場，但我想說，市場份額容易接受，外企帶來的價值卻難替代。對勞動法的尊重，對勞動者的敬畏，較高的薪資與離職補償，這些目前國內很多企業包括大廠都還沒跟上。不止佳能啊，很多外資企業都慢慢退出國內市場，轉到越南、印度等國家。別的不說，外資企業在福利待遇方面真的值得我們本土企業學習。加班是會給加班費的，五險一金是可以足額繳納的，離職也是真的給補償的。如今關閉也算是一個時代的落幕吧。另外，日本汽車製造商本田也已經決定關閉位於廣州和武漢的部分燃油車生產工廠，
並且還會同步推進裁員的計劃，以應對中國燃油車市場需求下滑。同時呢，將資源會轉向電動車的領域。有分析認為，本田這次調整不僅與行業結構變化有關係，也受到中日關係緊張背景下的部分政策與社會環境因素影響。相關評論指出，本田在中國經營過程中面臨技術轉讓要求、採購限制等問題，長期積累下，使其在中國市場的戰略空間不斷地被壓縮。那麼，作為在發動機控制系統及 CVT 無級變速技術方面擁有核心優勢的企業，本田一旦進一步縮減在華布局，將可能削弱中國汽車產業在相關關鍵技術領域的獲取能力。那麼更值得關注的是，本田的調整或將影響整個日系供應鏈體系，包括電裝、愛信機械等零部件以及技術合作企業，未來不排除同步減少在中國的投入，這將對相關產業鏈穩定性構成挑戰。從就業層面來看，工廠關停已經波及到大量的一線工人。如果考慮上下游配套產業，其影響範圍可能會進一步擴大。那麼類似的趨勢呢，也出現在了消費電子領域。索尼手機正式退出中國大陸市場，標誌着其在華業務的全面退場。從側面則印證了外資品牌在中國市場整體收縮的現實正在加速顯現。一家公司參保人數從671人，現在砍到了只剩3個人了。這不是倒閉，而是索尼手機正在悄悄地撤出中國。就在前幾天，索尼的公眾號主動的注銷了，他的微博也停更了大半年了，線下的渠道幾乎都清零了。這一系列的舉動表明，索尼手機正在悄悄地退出中國市場，而且還有很多外國的品牌也在紛紛逃離中國。戴安芬官宣這個月底呢，也就是12月31號。將關閉在中國的所有店鋪停止在中國的運營也意味着這個來自於德國的中高端內衣品牌將全面撤離中國市場。戴安芬呢1992年進入中國市場已經33年了。那麼在中國有2家工廠員工一共有1萬多人。除了戴安芬，法國的服裝品牌艾格也同時退出了中国市場。另外，日本內衣制造商華歌爾在2024年財年明顯收縮在華布局，關閉了將近1成的中國門店，並且明確表示後續還將持續淘汰長期虧損的店鋪，以降低運營壓力。那麼與此同時呢，美國品牌維多利亞的秘密也在調整中國市場的戰略。早在2023年便關停了其位於北京曾經規模最大的旗艦門店。另外呢，美妝圈也開始了大震盪。今年11月底，美妝圈共有953家生產工廠關門大吉，44家化妝品企業被破產清算，38個美妝品牌直接退出中國市場，甚至一半多都是歐萊雅、資生堂、愛芙麗旗下的，就是歐美、日本、韓國龍頭企業。來看，曾經在中國大陸一度風靡的韓式妝容和韓妝品牌，如今普遍遭遇了銷量下滑。但是，正所謂的東邊不亮西邊亮，多家頭部韓妝企業的財報顯示，他們正在歐美市場重新找回增長動力。以愛茉莉太平洋為例呢，2025年第3季度其海外市場銷售額占比已經升至 43.4%， 同比增長了 2.9%。其中，美國市場占比超過了 15%。年以來，越來越多的外資企業正在逐步撤離中國市場，不斷削減中國區的人員規模。以蘇州為例，過去5年外企裁員總數已經超過了30萬，導致許多曾經租用的寫字樓空置率上升。據悉，2024年中國新注冊的外資企業將近6萬家，同比增長約1成。但實際使用的外資卻下降超過了1/4。您可能會好奇，為什麼像星巴克這樣在中國擁有數千家的門店外企，也甘願放棄如此龐大的市場呢？其根本原因在於這些外企已經被國內市場的競爭節奏捲得有些承受不住了。以星巴克為例，在中國瑞幸咖啡把同樣的咖啡價格降到10塊錢以下一杯。而後來呢，又出現了庫迪咖啡等等其他品牌，競爭激烈，而且速度驚人。
再加上外賣平台的補貼，讓咖啡的價格幾乎等於水的成本。在這種情況之下，市場顯然已經是很難賺錢了。而現實是，國內企業往往能夠以低至20個百分點的毛利率，甚至虧損來換取市場份額，形成強大的價格與成本優勢。而外資企業通常需要維持30個百分點以上的利潤才能夠運作，這讓他們在激烈競爭中根本就無力應對。以國產新車為例，最低是3萬元的利潤也能賣出市場份額，幾乎像在做慈善。而捲到最後，外企只能是選擇放手退場。類似的情況在醫藥領域也出現過。在去年的第10批藥品的採集當中呢，國內藥企以自殺式報價競標，阿司匹林每片僅3分錢，直接擠壓了外資藥企在醫藥市場的生存空間。這種低價競爭確實讓消費者可能一時能嘗到甜頭，但長期來看只會導致企業利潤不斷壓縮，最終質量也會下降。最深層次的問題就是外資對於中國的經濟的貢獻只是像我想象中那樣嗎？你想，如果改革開放，不光改革，還有開放啊，兄弟们，它的貢獻遠遠超出我們的想象吧。它至少撐起了20%以上的研發投入，25%以上的工業產值，30%多的外貿。你想，外企對捲跑了，它帶走的不是投資啊，還有工廠的研發，還有供應鏈。我們常說的內捲，表面看起來是勢不可擋，但實際上暗藏巨大的隱患。因為被捲走的不只是競爭對手，更可能是我們尚未發掘的潛力。價格過低，看似消費者受益，但真的都是好事嗎？比如直播帶貨，如果把所有的工廠都捲垮了，老百姓想買到質優價廉的產品，就幾乎成了痴人說夢。無序的競爭往往還會出現劣幣驅逐良幣的局面，而這種現象呢，必須得到治理。如今市場上喊得震天的反內捲、反內耗，本質上是讓別人無路可走，自己也陷入困境。保障產品的質量與合理的價格是維持市場健康的前提，否則未來的生存環境會比我們想象中的會更加的艱難。說白了，這種競爭模式真的該改，如果不改，會有更多外資品牌撤出，但這絕不是值得驕傲的事情。這不是我們贏了，是環境變成了極難掙錢的環境，連深耕中國多年的國際品牌都面臨這種境地。你想想，那些國內小企業，無論願不願意，當下的中小企業都被拖進了内捲一刀，活又活不好，死又死不了的两难境地。外資能撤，恰恰說明他們還有選擇，在這裡做不好，可以去別的國家，包括迪卡儂已經有撤出跡象，未來會不會有更多呢？外企撤離，一是地緣政治使成本上升，二是華為等本土企業競爭力強，華為 5G 技術全球領先，國貨看似勝利，本土企業嶄露頭角。但外企撤離後，部分國貨迅速漲價，大窯汽水價格翻番，百草味換包裝提價，真正的本土國貨也不遑多讓。某運動品牌鞋價漲 60%， 羽毛球同比例漲價，甚至有鞋炒到近5萬元。某神花露水價格漲 130%， 新包裝每毫升價格翻8倍。在科技領域，國產替代確實出現過較為成功的案例，比如像心臟支架大幅降價，本質上是通過技術突破和制度性的採購來降低成本，最終呢，讓普通人真正受益。但在不少消費領域，所謂的國貨接力，卻更像是在外資退場以後，由本土品牌迅速接手定價權，價格並未下降，甚至還出現了反向上漲。那麼這究竟是國貨真正崛起，還是換了一批收割者？值得冷靜的反思。那麼更加值得警惕的是，市場承壓並不只是外資的企業，越來越多的本土企業同樣是難以支撐。在中國手機屏幕行業內，知名品牌深圳市蘇浪科技有限公司近日宣布退出了國內市場。這一消息本身，與其說是對某家企業成敗的評判，不如說是更值得被視為整個行業乃至是整個市場環境的一次警示。業內人士普遍認為，一個品牌能否長期穩健地生存下去，從來不只是企業自身的問題，而是與宏觀經濟環境、行業競爭結構以及制度本身密切相關。比如說像第一點，就是我們的市場競爭力。現在我們國內屏幕市场近2年競爭是非常激烈的，也有很多品牌它以低價策略
去占領市場份額。那麼如果說像我們這種以質量去輸出的品牌，它可能就會在價格競爭中會有壓力，然後導致市場份額下滑。有網友指出，那麼這第二個原因就是售後服務的成本。近年以來，国內市场的售后政策競爭非常激烈，大家可能都注意到了，減售後減價格已經成為常態。無論是全保還是其他的服務方式，售後服務幾乎已經達到了天花板的級別，難以再進一步壓縮成本。因此呢，國內市場競爭異常的殘酷。如果品牌商難以在售後服務與健康發展的平衡之間找到切入點，在缺乏利潤支撐的情況之下，就很難生存下去。一些品牌因此可能會看到國外市場更大的潛力和更好的發展機會，於是乎將資源轉向了海外。而這種調整是一次戰略性的選擇，而非是單純的失敗或者是退場。好的，今天就和大家聊到這兒了，請您記得點讚、訂閱、留言，並且分享給您的朋友們。感謝您的支持，我是美玲，我們下期節目再見。